大家好，我是 Jason， 今天来拆包看看会不会有惊喜。哇，一张限量一支25的 Shockwave 新人卡，欢迎来到 Shake Jason， 一起分享 NBA 跟 MLB 最新最热的球员卡。影片开始咯。想象一下这个情境哦，你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还有心力，就是为了追逐一个保证会掉落的顶规珍稀宝物。没错，盲盒外包装上可是白纸黑字写着，你绝对有机会获得这个独家大奖。对啊，结果当你满怀期待拆开最后一个包装，大脑多巴胺分泌到最高点的那一瞬间，你发现里面装的居然只是普通的基础装备。哇，那真的是会瞬间破防哎！真的，而且这还不是单一事件哦，是整条生产线上那个传说中的宝物根本就不存在。这种降维打击真的会让人直接逻辑死亡。没错，这时候你会怎么办？摸摸鼻子自认倒霉，接受官方的道歉，还是说你会化身骇客，破解跨国企业的系统，逼他们专属为你单独铸造出这批宝物？这听起来根本就是骇客级操作了吧？绝对是。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密。今天我们要挖开的就是禁区体育卡圈，那个水很深，然后延上到不行的蓝者消逝之谜。没错，我们手中刚好拿到了一份名为 Blue Refractor Tactical Playbook 的机密战术版。这可不是普通的通关攻略哦，这是一位台湾玩家乃西杰森，他对抗跨国巨头的实战全记录。准备好你的笔记本，因为这波操作绝对会颠覆你的认识。真的，这起事件的底层逻辑非常值得玩味。故事背景是2025-26赛季的 Topps Chrome Basketball Mega Box 篮球卡。这个系列当初可是超红的。对，官方在一开始主打里面有独家的 Blue X Factor， 结果全球玩家整合拆完，满心期待落空，只看到普通的 X Factor。哇，官方一开始是不是还想装死？没错，结果吃瓜吃到自己家，引发了公关大翻车。今天我们就跟着杰森的这份战术版，像剥洋葱一样，从第1页到第10页，逐页破解这波神操作。太狠了！要看懂这波反击，得先知道一开始玩家是怎么被破防的。当我们翻开这份档案的第1页时，哇，这根本是史诗级逆袭的任务总览页。真的，封面直接秀出目前的新秀天花板 Cooper Flag 身穿 Duke 球衣的蓝色特卡。对，明确宣告这是一场从一开始被强制结束对话，到后来62张卡全数免费升级的极限操作，完全就是满血复活的节奏啊！确实如此，这就带我们进入了档案第2页的核心探讨，让我们深刻理解这波小丑轻视我自己的惨况。真的超惨！包装上白纸黑字印着 Chase Exclusive Blue X Fractors， 这是保证心跳加速的顶级诱饵耶。结果实体开箱呢，请大家明确注意，里面装的只有普通的 X Fractor， 也就是基础的银色 X 折射卡。等等，这里要特别澄清一下，这个绝对不是外界常误叫的 Silver Fractal。没错，是普通的 X Fractor， 实体卡完全没有蓝色的踪影。面对这种严重落差，官方第一波的说法居然是：哎呀，那是包装排版错误，也就是 typo 啦。是在 Hello， 真嘟假嘟，这就像你花了重金买了顶规的 DPS 装备，结果游戏公司发给你一把生锈的铁剑，然后还理直气壮跟你说文字物质2种武器供举例一样。对啊，这锅我不背哦。就这官方说法也超瞎了吧？完全是把玩家当作待宰的羔羊，难怪杰森直接原地破防，真的会气死。不过面对这种跨国大企业的傲慢，一般消费者通常只能吞下去。他到底是怎么发起反击的啊？这个嘛，实战记录的第3页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，还有随之而来的激烈交锋。Round 1， 克服大玩冷暴力。哈？冷暴力？对，杰森明确表达了不满，结果客服一言不合，直接拔网线，单方面强制切断对话。哇，这种渣男行为
直接让身为玩家的他燃起来了吧？没错，到了 Round 2，杰森不冷了，直接开大绝，他祭出 Chargeback， 也就是信用卡争议款，以商品描述不符的实锤强压官方。等等，我得打断一下，信用卡争议款真的有这么强大的威力吗？为什么跨国巨头的会怕一个普通消费者的 Chargeback？ 这个问得好。Chargeback 的机制所以强大，是因为它不属于商家内部的退款审核，而是直接透过国际发卡组织来介入。像是 Visa 或 Mastercard 那种吗？对，当消费者发动争议款，银行会强制冻结这笔金钱，甚至向商家收取手续费。如果商家的争议款比例过高，他们在国际金融系统的信用平等会重挫。哇，甚至可能失去收款资格，对吧？没错，这就是为什么杰森这波操作能直接打在官方的痛点上，逼迫他们交出专案特例，全面开放同球员1换1的升级方案。原来如此。那既然官方妥协了，仗就打赢了吗？错了，真正的硬核实战现在才开始。我们看到档案的第4页，这里展示了杰森满血复活的战术 SOP。对，左边是普通的 X Factor， 透过它摸索出的战术转换，变成右边闪耀蓝光的 Blue X Factor。这里有一个必须划重点的细节哦。没错，这次更换出来的 Blue X Factor 是没有限量编号的。真的假的？没有限量编号？对，完全没有。而且杰森靠着前面强硬的交涉，争取到了 VIP 专案特例，客服亲口认证免除购买证明，让他直接绕过无止境的审查地狱。哇，爽度拉满，简直是这场战役的完结啊！真的。接着翻到第5页的阵容名单，看了真的会让人疯掉了。这个画面赤源必破链啊，就不是1、2张，这是62张蓄势待发的战斗机阵型，根本是赤裸裸的 flex 实力。我们来盘点一下这阵容，里面有3张目前绝对的流量密码 ：Cooper Flag、神射传奇 Stephen Curry， 还有制霸内线的 Derek Queen， 甚至 LeBron James 跟 Magic Johnson 这些狠货都在里面耶。没错。但等一下，就算有了 VIP 权限，一次要官方处理62张卡，这系统难道不会直接宕机吗？这实做起来绝对是地狱难度吧？其实这正是大企业惯用的摩擦成本陷阱。怎么说？在行为经济学中，企业虽然表面上妥协，答应帮你更换，但他们会故意把后续手续弄得超级繁琐。就是要你一张一张输入球员名字、拍照、上传，这样吗？对，想借由巨大的劳动量与时间成本劝退玩家，多数人在输入到第5张时就会放弃了。但杰森没有，晕船对吧？没错，他冷静分析了系统漏洞，准备了3个 cheat codes， 也就是外挂密码，准备用魔法打败魔法。这就是第6页到第8页的精华所在。哇，领域展开。第6页的 cheat code 1叫做大河造流，面对系统那种超瞎的250资源地域限制，如果你有62张卡，根本无法一张一张输入。对，杰森使出的 photo hack， 完全不上传收据，直接把62张卡片跟自己打好的纸本名单摆在一起拍大合照，一波流带走审核员，这绝对是骇客级操作，完全是自己 carry 全场。不过这招为什么行得通啊？系统难道不会因为缺少文字资讯直接退回吗？这就是这招最聪明的地方。250资源的限制是资料库设定的死板规则，目的是让电脑系统自动化审查、自动化拒绝。但杰森将所有资讯具象化在一张高解析度的大合照里，这就迫使官方的流程从电脑自动判读强制转变为人工视觉审核。哇，他用这招绕过了演算法的铜墙铁壁，或许真实的客服人员必须肉眼确认这62张卡片的存在。对，这逻辑太清晰了。接着看到第7页的 Cheat Code 2， 这张叫主动出击策略。跨国玩家最怕物流卡关了，
官方预设发出的 USPS 标签在台湾根本无效，会直接原地卡死。没错，杰生的神操作是在按下送出表单的那0.1秒，立刻发信给客服，亮出台湾玩家身份，强势要求核发 FedEx 或 DHL 标签，最终成功召唤出国际快捷单据，解锁跨国免运费成就。但我有个疑问，就算他立刻发信，官方大可已读不回，继续走便宜的 USPS 啊，官方为什么要理他？这是因为时间差与责任归属的问题。如果在系统自动产出无效的 USPS 标签之前，客服已经收到了这封信。哦，加上杰生之前透过争议款，已经在客服系统留下了高风险客户的记录，对吧？完全正确。官方为了解决这个烫手山芋，只能妥协并释出昂贵的国际快递单据，这是精准计算过客服心理学的一步棋。这种跨国物流的陷阱，真的是家人们谁懂啊？到了第8页的 Cheat Code 3，这张图画了一个装满装备的手提箱，根本是防御魔法阵耶。对，为了解决过海关被扒2层皮、被疯狂割韭菜的困境，杰生在商业发票打上通关密语。密语是 Repair and Return Rejected Merchandise， 也就是拒收商品、退回维修，搭配极低的残值声明，对吧？没错，最后交给 FedEx 司机，7页 PDF 轻松打完收工。笑死，这根本是速通玩家在卡系统 bug 吧？一般人遇到海关完件早就逻辑死亡了，他居然自备防御魔法阵。这个防御魔法阵背后可是有着严谨的国际贸易法规支撑哦。怎么说？一般来说，海关看到跨国包裹，预设这是一笔新的交易，会直接针对商品的市场数字课征高额关税。哇，那不就亏大了？对，但杰生写上的这串通关密语，是在向海关宣告，这批货物的关税早在当初购买盲盒时就已经缴清了，现在这只是瑕疵品的替换。这句话成功阻断了双重课税的危机耶！如果没有这句话，当官方把62张闪亮的特卡寄回台湾时，那笔关税花费绝对会让人瞬间崩溃。没错，超派，这完全是高智商的维权操作。所以现在这62张卡就安稳上路了吗？包裹确实顺利寄出了，但看看第9页的航线图，这趟兰泽归乡路可是充满考验。从台湾桃园出发，经过阿拉斯加安克拉基，抵达田纳西孟菲斯，最后进入 TOPS 德州金库。对，最可怕的是那个进入之条，冷库的显示着6到8周冷却中。天哪，这段冷却期真的会让人焦虑到不行，甚至怕被查水表弄丢件耶。不过我听说这段时间在市场上反而掀起了巨浪。没错，原本被当作废纸的普通 X Fractor 瞬间变成了实体兑换券，一堆投机客疯狂收购，妄想一波 to the moon。哇，因为换卡流程太复杂，期限又拉得很长，许多散户嫌麻烦，就直接抛售手上的普通卡，对吧？对，这让专业玩家看到了套利空间，纷纷进场低价收购。但这里最有料的地方在于后续效益。怎么说？这引发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市场博弈。等等，这就让我细思极恐了。如果大家都把普通的 X Fractor 拿去换成没有限量编号的 Blue X Fractor，那是不是意味着那些没被拿去换的普通 X Fractor， 未来存世量反而会变得超级稀少？这算不算一种稀缺性悖论呢？没错，原本人人嫌弃的基础卡，反而回转变成稀缺狠货。但我也有点不懂，换出来的 Blue X Fractor 既然没有限量编号，那它的长远珍惜度真的有比原本的基础卡高吗？这算不算另一种智商税啊？你的推论非常精准哦，这正是经济学中典型的供需法则反转。原本普通的卡片，因为大量被寄回官方销毁，在未来几年后，反而可能变成存量极低的稀缺品。哇，所以反而越普通的越稀有。对，相对的，虽然 Blue X Factor 是官方承诺的特卡，但因为没有打上专属的限量编号，市场对其真实数量的猜疑永远存在。真的耶，身为玩家，你要现在脱手变现，还是承担数个月的流动性冻结风险去赌那张蓝折？对啊，万一在这6到8周内
你押宝的新秀球员受伤了，整体的市场行情瞬间崩盘怎么办？这绝对是一个极度烧脑的经济学抉择哎。太烧脑了，这根本是一场心理战啊！最后我们来到第10页，这不仅是一份战术版，更是一场属于玩家的胜利宣言。没错，杰森在最后写着：“自己的卡自己救 ，Join the squad。”这次的逆袭证明了，面对巨头的傲慢，只要用对战术，产生强大的羁绊，玩家也能拿回属于自己的荣耀。真的，让卡片封印解除，满血复活。这也带给我们一个终极的反思。什么反思？当未来的盲盒商品越来越多，包装上的每一个字元都可能是陷阱。这次是实体的体育卡，下次如果是你花大笔金钱抽的虚拟宝物或是数位资产呢？哇，对耶！如果游戏公司随意篡改掉落几率，我们该如何自保？在这种资本降维打击的时代，我们是不是都该准备一本属于自己的战术版，随时准备迎战？绝对需要。面对大财团，千万不能轻易妥协，必须学会用系统的逻辑去反制系统。如果喜欢这期节目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加分享。最后问问各位卡友，看完了这波神操作，你们现在更想追求哪一个系列的特卡呢？留言告诉我们啦。Let's see what we pull today. Oh, limited hit. Welcome to Shake Jason, your home for epic card hunts. Let's rip.